大家好，我是大熊。2020年，澳大利亞墨爾本這座曾多次被評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此刻正經歷近100年來最寂靜、最壓抑的凛冬。為了阻斷那場席捲全球的疫情，史上最嚴厲的4級封鎖令將這座城市變成了一座巨大的休眠艙。市民們被告知，忍耐是必要的，隔離是高尚的，因為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護那些最脆弱的人，老人、孩子以及免疫力低下的殘障人士。那時的人們以為只要關上门就能把危險擋在外面，但這扇门同樣也隔絕了外部所有的視線與監管。在這道保護屏障的背後，在維多利亞州一家名為 Scope 的知名護理機構，一場針對弱者的暴行正在悄然發生。這不是恐怖電影的虛構橋段，而是一位年過70的父親冒着坐牢的風險秘密記錄下的真實罪證。在直面這份罪惡之前，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那位躺在床上的受害者莉安。時年53歲的莉安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拿到了一副極其艱難的人生牌局。重度腦癱像一套無形的枷鎖禁锢了他的四肢，剝夺了他站立行走的權利。隨着年齡增長，嚴重的骨質疏鬆讓他变得異常脆弱，而醫學診斷書上那個冷冰冰的非語言者標籤更是宣判了他終身無法說出一個完整的單詞。在很多人，甚至包括那些本該專業的護工眼裡，這種深度沉默帶來了一種致命的錯覺。他們以為莉安沒有自我意識，感覺不到羞恥，不過是一個只會呼吸的擺設，而這正是悲劇的根源。事實上，莉安的大腦異常清醒，絕非看上去那樣全无心智。她不僅能敏銳地捕捉到周圍人的情緒變化，還能通過眼神準確地傳達自己的想法。例如，當她的眼睛看向右邊，嘴角微微上揚，那就代表着她在表達喜歡和認同；而當她的目光投向左邊，眼神變得暗淡，則意味着她在表示拒絕，或者是身體正在遭受疼痛。這套簡單的眼神交流是莉安與父母磨合了半個世紀的默契。只要父親羅布和母親洛琳在身邊，莉安就能像個正常人一樣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自由、快樂、有尊嚴地活着。然而，時間是殘酷的，隨着羅布和洛琳步入老年，身體狀況一天不如一天。100年之後，誰來照顧莉安，成了老兩口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為了給女兒一個確定的未來，夫妻倆做出了他們能夠想到的最好選擇，將莉安托付給專業的殘障服務機構 Scope。 在澳大利亞墨爾本， Scope 幾乎是專業與權威的代名詞。作為維多利亞州最大的非營利性殘障護理機構之一，它擁有超過70年的歷史，掌握着龐大的行業資源，其中僅政府撥付的國家殘障保險資金每年就高達數億澳元。對於羅布和洛琳而言，這裡不僅是他們能為女兒找到的最後靠山，更像是一顆定心丸。在老兩口朴素的認知裡，非盈利意味着遠離商業公司的貪婪算計，不會為了追求利潤降低服務標準。但事實顯然不是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在入住機構的幾年裡，羅布和洛琳逐漸發現，那個總是樂呵呵的莉安不見了。每次探視結束，當他們準備起身離開時，莉安的眼睛總會瘋狂地轉向左邊，頻率極快，帶着一種近乎瘋狂的焦慮。可惜，出於對 Scope 這塊金字招牌的盲目信任，起初羅布和洛琳並未理解莉安想要表達的意思。他們以為女兒只是病情加重了，或者只是單純的心情不好。直到2019年，莉安的身上開始莫名的出現淤青，甚至後來還被檢查出骨折，這下夫妻倆才如夢初醒。We started to realize that Leanne was sort of struggling with pain. We took her to the rehab specialist that looked after her. They did tests to find out that she had done quite a few fractures, old fractures. 对于毫無行動能力的莉安來說，身上出現骨折無疑是長期遭到暴力對待的結果。身為父母，羅布和洛琳雖然感到非常憤怒，但當時他們仍然對 Scope 這家名聲在外的機構抱有最後一絲幻想。夫妻倆天真的認為，只要向機構提出投訴，就能為女兒討回公道。可萬萬沒想到，迎接他們的不是徹查和道歉，而是一場冷冰冰的話術圍剿。
面对投訴，機構的管理層用一種充滿優越感的專業口吻說道：羅布先生，我們的護工都經過了最嚴苛的培訓，他們拿着微薄的薪水在做奉獻，您不应該用這種無端猜測去傷害那些愛心天使。緊接着，他們又拋出了一個無懈可擊的醫學借口：莉安已經50多歲了，由於長期臥床導致她患有嚴重的骨質疏鬆。在這種情況下，哪怕是最輕微的翻身護理都足以造成她脆弱的骨骼發生骨折，這屬於無法避免的護理風險，並非莫須有的暴力對待。這番回應堪稱是一次教科書式的煤气燈操縱，機構管理層不僅利用醫學解釋推卸了責任，更是一步跨上了道德的制高點，對受害家屬進行了一場无声的審判。在他們這套冠冕堂皇的邏輯裡，羅布的合理質疑變成了对愛心天使的亵瀆，而莉安的一身累累傷痕反倒成了他天生癱瘓帶來的原罪。那一刻，羅布終於意識到，他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幾個道德敗壞的護工，而是一個龐大的互相包庇的官僚系統。所謂的非盈利機構不過是換了一種盈利方式，他們依賴政府撥款，依賴社会捐贈，而維護公共信任本身往往要比保護任何一個具體的人更加重要。既然合法渠道已經變成死胡同，羅布這位年過70的老人被迫放棄了多年来坚守的本分。借着一次探视的机会，他将一枚藏在畫框中的高清针口攝像頭偷偷帶進了莉安的房間，擺在了正對病床的位置。按下開關的那一刻，羅布心裡很清楚，他已經不再是無辜的家屬，而是一名觸犯了法律的罪犯。因為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監視設備法是一條不可觸碰的高壓線。法律規定，未經他人同意私自錄制私密空間的影像屬於嚴重的刑事犯罪。但這對於羅布來說已經不再重要了。如果保護女兒的代價是犧牲自己的清白與自由，那他寧願認罪伏法，也要為無法發聲的女兒贏回做人的尊嚴。 It is illegal to put that camera in, but then I don't care. We will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if there is any, because I had to put it in for what's the best for our daughter. And that was it, in a nutshell. 然而，命運似乎執意要考驗這位年邁的父親。攝像頭安裝後不久，疫情突然爆發，墨爾本進入了史上最漫長的封鎖期。那段時間對於羅布和洛琳來說是地獄般的煎熬。他們不知道那枚小小的攝像頭正在記錄怎樣的畫面，也不知道女兒莉安是否能撐到他們取回證據的那天。終於，封鎖稍微放鬆，夫妻倆第一時間衝進機構取回了攝像頭的內存卡。回到家，他們顫抖着双手將內存卡插入電腦，按下了播放鍵。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這對老夫妻的心臟被一點點撕成了碎片。他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粗暴的護理，更是一場長達數月、肆無忌憚的虐待狂歡。在長達數百小時的錄像中，護工莫妮卡、麗莎和阿納斯塔西亞將本該代表專業與呵護的護理室變成了肆意發洩的私人刑場。他們利用莉安的殘疾和無助，犯下了一個又一個令人髮指的罪行。首先是純粹的暴力虐待。監控畫面顯示，在給莉安更換尿布時，護工麗莎就像一個急躁的屠夫，在案板上摔打一塊冰冷的死肉，推拉拖拽，每一個動作都透露着極不耐煩的暴力宣泄。其次是精神上的凌遲，身體上的疼痛或許還能忍受，但精神上的摧殘才是最致命的。監控記錄下了無數個深夜片段，每當莉安因為劇痛本能地發出哀嚎時，換來的從不是安撫，而是極其惡毒的辱罵。該死的，閉嘴！現在不是你鬧的時候，趕緊把嘴閉上。 Shut the fuck up! Shut up!Stop yelling. 然而，最讓羅布和洛琳難以接受的是這段令人感到生理性反胃的畫面。在一次多人護理中，護工麗莎竟然將一張剛剛擦拭過排泄物的紙巾直接按在了莉安的嘴上，一邊反復揉搓，一邊嬉笑着拋出一個又一個極其下流、充滿性羞辱意味的問題。Can you just speak face? It doesn't work with your ass. That's only what. Yeah, we just show your ass, but that's all right. So this is your vagina. So not this part. You speak vagina. Can you smell it? Your vagina? You smell like fish? God bless them.
Hey, Monica. Oh, shit. Don't even start, you know. How much? Oh, fuck. That's disgusting. Take this. 不仅如此，他们还炮制了诸多令人作呕的折磨游戏，以此消磨无聊的工作時間。其中最惡劣的便是強行刺激莉安的咽喉，故意誘發她產生劇烈的嘔吐反應。She said, fuck off, slut. I just throw her in the head.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莫妮卡在疫情期間展現出的那種喪心病狂的惡意。在明知莉安免疫力低下，一旦感染病毒必死無疑的情況下，莫妮卡卻故意湊到莉安面前，帶着戲謔的語氣說道：也許我感染了病毒，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樣。說完，他便續了一口濃痰，直接吐進了莉安的嘴裡。這種行為已經不再是簡單的虐待，而是徹頭徹尾的蓄意謀殺。Maybe I have corona. So in America, if I have it, I want you to have it. I got to the hospital. It's healthy, but it's just contracted the virus. It's in There you go. working to notify Both have it. came into contact. 有了這段長達240小時的監控鐵證 ，Scope 這家殘障護理機構終於無法再推卸責任。面對輿論和法律的雙重壓力，他們很快發表了道歉聲明，並第一時間解雇了莫妮卡、麗莎和阿納斯塔西亞。與此同時，維多利亞州警方迅速介入，正式以襲擊罪對3人提起了公訴。看到這裡，大家或許會認為正義終於得到伸張，等待施暴者的將是法律的嚴懲和漫長的牢獄生涯。可現實卻給了所有心存善念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庭審一開始，被告律師就極其狡猾地打出了一張牌，他們試圖利用之前提到的監視設備法，以錄像係非法獲取為由，要求法庭剔除所有監控證據。這在法律上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博弈。如果是普通的案件，羅布偷拍的監控錄像很可能真的會被作廢，而一旦作廢，莫妮卡、麗莎和阿納斯塔西亞就會當庭無罪釋放。值得慶幸的是，法官最終做出了一個歷史性的裁決。根據法律中的公共利益例外條款，當暴行發生時，隱私權絕不應該成為掩蓋罪行的擋箭牌。為了揭露真相，保護弱者，羅布秘密拍下的監控錄像被認定具有合法的證據效力。這一刻，正義仿佛站在了受害者一邊。然而，緊接着公布的判決結果卻像一個荒誕的黑色幽默，將這場來之不易的勝利變成了對法律的公開羞辱。2022年，本案正式宣判，在鐵證面前，3名施暴者不得不當庭認罪，但最終的判決結果卻輕得像一張廢紙，輕易抹去了莉安所遭受的所有苦難。麗莎和阿納斯塔西亞雖然罪名成立，但法官裁定不予記錄案底。這意味着他們只需要交納少量罰款，做一些社區服務，就可以大搖大擺地走出法院，回歸正常生活。而那個曾往莉安嘴裡吐口水、情節最惡劣的莫妮卡，甚至通過了所謂的分流程序，也就是針對輕微犯罪的司法通道。他所承擔的代價僅僅是一封敷衍了事的道歉信和一筆微不足道的捐款。只要在規定的時間內不再犯錯，他便能像麗莎和阿納斯塔西亞一樣回歸正常的生活，甚至繼續從事護理工作。這個荒唐的判決結果瞬間引爆了全澳洲的怒火。時任國家殘障保險計劃部長的比爾在看過監控錄像後，罕見地在鏡頭前暴怒。他當眾立下重誓，不管法院怎麼判，國家殘障保險計劃的監管機構都會動用行政權力，將這3個人永遠封殺，讓他們再也無法踏進護理行業半步。I've asked the disability watchdog to look at banning them from life from the NDIS. I don't want them anywhere near this scheme. They've failed fundamentally as the code and the standards which you expect of people. Watchdog is independent, but when I put my mind to something, I'll make it happen. I'll do everything I can within my power. 最終，莉安搬離了 Scope， 住進了一個新的護理機構，但那個曾經愛笑、熱愛足球的女人徹底不見了。長達數月的折磨讓她患上了嚴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現在的莉安對所有陌生人都充滿了本能的戒備。每當夜幕降臨，那些無法言說的記憶依然會讓她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抖。
當記者再次採訪他，問他你現在覺得安全嗎？莉安沒有遲疑，立刻看向了象徵否定的左邊。這個回答讓所有遲來的道歉與正義都顯得如此蒼白無力。哪怕惡魔被封殺，哪怕機構被整改，但在莉安的世界裡，那扇通往光明的門早已被永久關閉。這起案件撕開的不僅是3名護工的惡，更是整個澳洲護理行業的系統性潰爛。為什麼在羅布第一次投訴時 Scope 沒有進行深入調查？為什麼這3名護工可以在長達數月的時間裡，在同事的眼皮底下毫無忌憚地肆意虐待？如果不是羅布不惜違法安裝監控，這個故事的結局會是什麼？莉安會不會已經不明不白地死在了那張床上？莉安的故事看似結束了，但還有多少個莉安正在某個密閉的房間裡承受着同樣的折磨？並不是每個受害者都有像羅布這樣勇敢果斷，甚至願意為了真相付出坐牢代價的父親，也不是每個房間裡都恰好有一台隱形監控能夠記錄下這些發生在陽光之下的罪惡。在這起案件裡，只有監控是誠實的，而人性、機構甚至法律都在不同程度上背叛了這位無法說話的女性。莉安的母親洛琳曾含淚說過這樣一句話，她只是把自己交托給了那些宣稱要照顧她的人，渴望能換回一丁點生而為人的善待。這種要求很高嗎？是啊，這樣的要求很高嗎？在一個自詡高度文明的社會裡，要求護工不往被照料者的嘴裡吐口水，要求護理機構不掩蓋真相，要求法律能真正惩惡揚善，保護弱者，這樣的要求真的很高嗎？感謝大家的收聽和收看，我是大雄，下期見。